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米山宫启医生所著的《大脑老化的人眼中的世界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70岁依然年轻的人绝对不会做的5种饮食方式；第二，70岁依然年轻的人每天都在做的5个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70岁依然年轻的人绝对不会做的5种饮食方式。最近大家有没有人有下面这些感觉？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，莫名感到烦躁，名字或说的话总是记不住，感到心里不安，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。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症状，那就表明您的老化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。希望大家能够尽早采取措施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还很年轻，完全没有老化或认知的迹象，但作者指出，这样的人其实更加危险，因为察觉自己大脑的老化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实际上，我们大脑的老化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悄然开始了。大脑的老化不是到了老年才突然开始，而是逐渐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。然而，大脑老化的速度有着很大的个体差异，有些人即使很年轻，大脑也已经开始老化，而有些人即使年纪很大，但记忆力依然很好，思维敏捷，这些人的大脑老化几乎没有发生。这其中的差异可能有很多原因。作者认为，生活习惯和环境是主要的因素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进行有利于大脑的活动，减少压力等，都能保持我们大脑的健康。也就是说，大脑的老化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延缓的。一旦患上认知症，就已经为时已晚，用目前的医学手段是无法治愈的。但我们只要日常注意一些小事，就能大大延缓大脑的老化，从而预防认知症。大脑的老化不仅会导致身体的老化，也会导致精神的老化。首先从身体方面来看，大脑控制着我们整个身体的运作，调节我们的动作和感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前额叶这一脑区域会逐渐萎缩。前额叶负责控制身体的动作、判断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部分区域老化后，我们身体的动作会变得不再流畅，平衡能力也会下降，身体会明显的老化。此外，大脑的老化还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脑神经细胞数量会减少，细胞间的连接也会变得薄弱，这会导致短期记忆和学习能力的下降。像阿尔茨海默病和认知症这样的脑疾病会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。更重要的是，大脑的老化也会引发精神老化，影响我们的情绪、心情以及人际关系。例如，大脑中的血清素这种激素决定着我们的情绪和幸福感，而大脑的老化会导致血清素的减少，从而引发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。综上所述，大脑的老化会在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多个方面产生影响。然而，通过彻底调整生活习惯，可以延缓我们大脑的老化。在这里，我将给大家介绍70岁依然年轻的人绝对不会做的5种饮食方式。这5种饮食方式是：1. 不进行90分钟的进食； 2. 不吃方便的冷冻食品； 3. 因为担心晚上睡不着而不喝咖啡； 4. 不是有选择性的吃水果； 5. 无法停止大量使用酱油和盐。接下来我们会具体分析每一种饮食方式，并进行详细的解说。首先是第一种饮食方式，不进行90分钟的进食。有的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吃的越来越少，因此只想吃自己喜欢的食物。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不好的。如果我们一直按照大脑的要求，只吃自己喜欢的食物，身体肥胖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。而肥胖会增加脑梗塞、患糖尿病的风险。糖尿病患者患脑梗塞的概率是正常人的4倍。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等并发症，危险度会进一步增加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肥胖容易导致认知问题的原因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脂质异常等生活习惯病被认为是美食爱好者们容易患上的疾病。如果您总是想着要吃美味的食物，
只想吃自己喜欢的东西，那么就会增加患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，最终会导致患认知症的风险大幅上升。因此，一般我们会被建议要注意健康饮食，控制盐分、糖分和脂肪的摄入量。在理想状态下，每顿饭都控制盐分、糖分和脂肪的摄入是最好的。但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做到。这里有一个推荐的方法：90分钟进食。90分钟进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方法。有的人可能会质疑，90分钟的进食真的有用吗？但是研究表明，只需将早餐时间推迟90分钟，将晚餐时间提前90分钟，就能带来显著的健康效果。根据英国萨里大学的研究显示，仅调整90分钟的用餐时间，就能激活常被提及的细胞自噬功能，帮助我们减重。在这项为期10周的实验中，进行了90分钟进食的组比正常饮食的组多减少了约60%的体质。自噬是指细胞内部旧的坏蛋白质被重新合成的机制。我们的身体由约60万亿个细胞组成，这些细胞主要是由蛋白质构成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旧的或损坏的蛋白质大部分会被排出体外，但未能排出的部分会积聚在细胞内，导致细胞的退化，引起各种身心不适、疾病和老化。自噬会使这些坏的蛋白质重新合成，从而使细胞在水平上焕然一新。通过分解细胞内的废物和有害物质，重新合成新的物质。自噬能稳定自主神经系统，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，改善血流等。90分钟进食的方法非常简单，例如，如果通常在早上6点吃早餐，则改为7点30分；如果通常在晚上7点吃晚餐，则改为5点30分。对于那些担心体重增加或代谢综合征的人，作者强烈建议尝试这种方法。接下来是第二种饮食方式，不吃方便的冷冻食品。大家是否有因为买了蔬菜却最终没用完而腐烂，觉得浪费而不再敢买蔬菜的人呢？有些人因为这样的原因，经常去超市或便利店买些便当或熟食，然后通过补充剂来摄取各种维生素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体的肝脏和肾脏的代谢功能会发生变化。以前一直在吃的补充剂可能会突然对身体不适应，甚至会因为过量摄取而产生副作用。由于维生素的代谢量因人而异，很难明确指出什么程度是不足，什么程度是过量。作者建议，对于超过70岁的人来说，应该充分利用冷冻蔬菜来补充蔬菜摄取的不足，而不是依赖于补充剂。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冷冻食品对人体有害，但作者指出，在超市和便利店里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处理好的冷冻蔬菜，比如冷冻西兰花、菠菜、切好的葱等。这样的冷冻蔬菜无需刀具和砧板，只需加入味噌汤或作为配菜，就能够轻松烹饪。而且冷冻蔬菜不会腐烂，用多少取多少，把剩下的放回冷冻室，可以随时解决蔬菜不足的问题。从食品中摄取的营养素，其过量部分会自然地排出体外，不会像补充剂那样有副作用，安全可靠。这也是冷冻蔬菜的一大优势。在理想状态下，每天买新鲜蔬菜并自己烹饪是最好的，但这种习惯难以持续。很多人最终会陷入蔬菜不足的困境，因此利用冷冻食品补充蔬菜是个明智的选择。您可以选择优质的冷冻食品，即使是冷冻蔬菜，也可以选择国产的或有机的。现如今，有机冷冻蔬菜也很常见。对于注重身体健康的人来说，选择国产或有机的冷冻食品会更好。另外，新鲜的草饲牛肉在附近的超市里可能不容易买到，但冷冻的却很容易买到。所以，巧妙地利用冷冻食品对于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有帮助。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冷冻食品没有营养，但实际上冷冻食品的营养变化不大，有些营养素甚至还会增加。因此，大家可以放心地食用冷冻食品。接下来是第三种饮食方式，
因为担心晚上睡不着而不喝咖啡。有些人可能担心晚上会睡不着，所以不喝咖啡。然而，这可能是非常遗憾的，因为有研究报告显示，每天喝2到3杯咖啡的人患认知症的风险较低。这是因为咖啡中含有的咖啡因和其他有效成分能激活脑神经的细胞。例如，咖啡中富含一种叫做绿原酸的抗氧化物质，这是一种多酚。绿原酸具有改善血糖水平和抗氧化作用，因此咖啡对于预防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病这2种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因素是有效的。此外，根据对5.6万名日本人进行的调查，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，每周喝3到4杯咖啡的人，男性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17%，女性降低了38%。预防糖尿病这一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因素，也意味着预防认知症的发生。因此，咖啡是一种非常值得饮用的优秀饮品。对于特别担心咖啡因影响的人，可以考虑在上午饮用咖啡。确实，对于一些非常敏感于咖啡因的人来说，傍晚喝咖啡可能会导致失眠，所以最好在早些时候饮用咖啡，以享受其带来的好处。或者也可以选择无咖啡因的咖啡。如果有人不喜欢咖啡的味道，作者建议饮用绿茶，因为绿茶也有预防认知症的效果。每天喝绿茶的人与不喝绿茶的人相比，患认知症的概率降低了1/3。最近的研究还表明，绿茶提取物能够增加脑神经细胞的网络，因此为了防止大脑老化，积极饮用咖啡或绿茶是非常好的选择。接下来是第4种饮食方式，不是有选择性的吃水果。一般来说，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，建议每天摄入350克的蔬菜和200克的水果。许多人为了健康，努力每天吃大量的水果。然而近年来，由于品种的改良，水果中的果糖含量比以前高了很多，很多水果变得非常甜。摄入过量的果糖会给肝脏带来负担，可能导致血糖上升和中性脂肪的增加。虽然水果对健康是有益的，但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是一样的。有些水果非常甜，果糖的含量很高。作者建议，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，选择不是很甜的水果。为了防止大脑的老化，作者推荐每天吃2根香蕉或1个苹果。香蕉富含维生素 E， 摄入维生素 E 不仅可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，还可以改善记忆和认知能力。维生素 E 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，坚果、鸡蛋和鳗鱼中也富含维生素 E， 但香蕉价格实惠且全年供应，因此作者特别推荐香蕉。此外，香蕉还有助于调节肠道环境，减少体内的炎症，使皮肤更加光滑，延缓衰老，并改善过敏等诸多好处。除了香蕉以外，苹果也是推荐的水果。虽然苹果中的维生素 E 的含量不高，但苹果中含有高抗氧化作用的胡皮素，摄入胡皮素可以清除活性氧，从而预防认知功能的下降。接下来是第5种饮食方式，无法停止大量使用酱油和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味觉和嗅觉会逐渐衰退，特别是对于味觉来说，老年人对咸味的感知会变得不敏感。据说，老年人需要使用比年轻人多12倍的盐才能感觉到相同的味道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喜欢大量使用酱油和盐的原因。味觉的衰退是随着年龄增长的自然变化，这一点我们只能接受。然而，老年人特别需要注意，不要摄入过多的盐分。过量的盐分会导致高血压，使全身的血管受损。此外，高血压等生活习惯病会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。大家有没有人习惯于大量使用酱油，或者在烹饪时一定要加很多盐呢？当您在外面吃饭时，有没有人习惯于先在食物上倒酱油或撒盐呢？这种习惯对健康是极为有害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能立即停止。然而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吃清淡的食物可能会很困难，因此作者建议用香料代替盐来进行调味。巧妙地使用香料可以轻松实现减盐。例如，
可以在烤鱼上滴几滴柚子或柠檬汁，而不是使用酱油。在炒菜时，可以使用姜黄和肉桂等香料来代替盐，其中姜黄被证明对预防认知症特别有效。如果将香料巧妙地应用于日常的饮食中，不仅可以让菜肴更有风味，还能让视觉、味觉和心情都得到满足，同时轻松实现减盐。而在西餐中，可以多使用香料丰富的咖喱饭或使用草药调味的烤肉。使用香料不仅可以轻松减少盐分，还具有预防认知症的效果，真可谓是一举两得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70岁依然年轻的人每天都在做的5个习惯。首先是第一个习惯，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，也要尝试着帮助别人。有些人会觉得自己不再被他人所需要，感到十分孤独，又或者身体不再如从前那般灵活，离不开护工的帮助，觉得自己总是在给家人添麻烦，甚至觉得自己是个累赘。在这个时候，希望大家能试着去帮助别人，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情。当我们感到自己有价值时，就会充满勇气；而当我们觉得自己在为他人做贡献时，会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。这种帮助他人的实际感受可以提升自我的肯定感，给生活带来勇气和希望。到了70多岁，我们的身体和头脑都不再像从前那样灵活了。当然，身体健康的人依然可以申请工作的机会，重新走向社会，或者帮助做家务、照顾孙子孙女，甚至作为志愿者去参加活动，为社区做贡献。但如果您的体力已经不如从前，希望能够每天多微笑，保持愉快的心情。您的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能健康、快乐的长寿，即使不工作、不做家务，只要您能健康地笑着度过每一天，就已经是在为家人带来最大的幸福了。如果这样无法满足您的愿望，本书推荐您试试园艺。对于植物来说，如果没有人给它们浇水，它们就无法生存。照顾植物能让您看到可见的成果，如枝干生长、花朵绽放等。每天观察植物的成长，既很有趣，又能令人很放松，仿佛在旁边看着自己的孙子孙女成长一样。此外，定时给植物浇水还能调整您的生活节奏，不再让您一天浑浑噩噩地度过。而且，浇水和除草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。即使有时候不想运动，但想到植物离不开您的照顾，手脚就自然而然地动起来了。园艺不仅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益，还能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，是防止大脑和身体老化的最佳活动之一。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。接下来是第二个习惯，玩电视游戏。为了预防认知症，很多人都在进行着脑力训练，比如数独或做填字游戏等。实际上，也有不少人因为觉得自己开始有点健忘，而开始进行脑力训练。一般的常识认为，大脑一旦长时间不用，就会退化，所以很多老年人会通过数独或做填字游戏来预防认知症。然而，研究表明，解谜游戏对于防止认知功能下降没有任何效果。尽管许多人为了防止认知症而进行着脑力训练，但实际上这并没有多大的意义。那么，既然脑力训练无法防止认知功能的下降，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？研究表明，与其进行脑力训练，不如进行如乐器演奏、设计、园艺等让大脑觉得美好、有趣的事情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。如果你喜欢画画，那就尽情的画；喜欢书法，那就去练习书法；喜欢音乐，那就去演奏钢琴或吉他。本书作者推荐的竟然是玩电视游戏。许多人认为玩游戏会让人变得愚钝，但作者称，通过巧妙地操作手柄，配合眼睛接收的信息，电视游戏就能激活我们的大脑。只是当你熟练到无需思考就能操控手柄时，对脑部的刺激会减少，因此需要不断尝试新的游戏，不断进行挑战，这样才能持续激活我们的大脑，从而预防认知症。接下来是第3个习惯，站着穿袜子和鞋。大家在穿袜子和鞋时，通
通常是采用什么姿势呢？我猜大多数人都是坐着穿吧。但是这个习惯现在就应该改掉，建议大家站着穿袜子和鞋，因为站着穿袜子和鞋需要单脚站立，这实际上非常有益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单脚站立将变得越来越困难，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坐着穿袜子和鞋。通过单脚站立可以锻炼我们的平衡感，并且进行肌肉训练，还能促进我们大脑的血液流动。有研究表明，每次左右脚各站立1分钟，每天3次，其运动量相当于50分钟的步行。当然，60岁以上的人可能会觉得站立1分钟有些吃力，所以可以从穿袜子时左右脚各站立10秒开始，不要坐在椅子或地板上，而是要站着单脚穿袜子。这个简单的习惯可以逐渐融入到您的早晨习惯中，把每次穿袜子和鞋时都当作训练的机会。尝试单脚站立，实际上能否单脚站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指标。研究表明，那些无法在单脚站立20秒以上保持平衡的老年人，即使身体看起来很健康，也可能存在着脑血管损伤或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。因此，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单脚站立的同时，每月检查1次是否能够保持单脚站立20秒。以确认自己的大脑是否保持健康。接下来是第4个习惯，观看体育比赛。为了防止大脑的老化，避免认知症，让大脑感到愉悦是非常必要的。作者推荐大家把观看体育比赛当作自己的新爱好，通过学习规则、讲解规则以及观看比赛时与他人交流，可以增加与他人交流的机会。最近的研究表明，单独观看体育比赛本身也有健康的效果。在观看体育比赛时，我们常常会感到兴奋和紧张，这是因为我们大脑的镜像神经元被刺激，这些神经回路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情感。当镜像神经元被激活并与运动员一起感到喜悦或失落时，多巴胺会释放到我们的大脑中。这种多巴胺的释放可以减轻抑郁的状态以及缺乏动力等问题，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下降和运动能力的减退。当今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时代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网络观看喜欢的体育赛事，因此希望大家尝试着将观看体育比赛作为预防认知症的一部分，让自己的大脑和身体都保持活跃和健康。接下来是第5个习惯，不要逃避使用 IT 设备。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，过去只能通过面对面或电话完成的事情，现在必须使用 IT 设备才能完成。比如说，如果想要预约去看医生，可能会被引导到预约专用网站上进行注册；去餐厅吃饭、点餐时需要用桌上的平板电脑来完成。而且现在家用电器也在不断的 IT 化，购物也可以完全通过网络来完成。购物涉及到我们的衣食住行，医疗问题更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，所以请大家务必不要逃避这些 IT 设备。即使是年龄较大的人，也需要熟悉这些设备，因为无论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，都会越来越依赖这些设备。不要觉得难为情，可以向自己的孩子、孙子或者店员们虚心请教。在使用 IT 设备方面，年轻人的知识显然比较丰富，所以在遇到不懂的事情时，要不断地向周围的人提问，获得他们的帮助，从而逐步适应并学会使用这些设备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